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叔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终于要来聊聊一个很严肃的话题，那就是翻舟。有非常多的因素及状况都会造成翻舟的原因。今天这集，各位朋友务必要耐住性子将影片看完。大叔相信，看完今天的影片后，大家对于使用独木舟来钓鱼，应该会有更进一步的认知和了解。在早些时候呢，大叔就想要拍这类型的话题来跟大家聊一聊。以下呢是大叔个人的一些想法跟看法，来供大家参考。我将因素分成两大类，一是外在环境因素，二是硬体状况因素。那先来说说第一个因素，外在环境因素。许多类型的环境都适合划独木舟，有湖泊、溪流、池塘、水库、溪湖及开放式的水域。大叔将湖泊、池塘和水库这三者一起解说，因为环境条件较相似。这三种类型由于环境条件比较没有水流的影响，如果有可能翻舟，那可能的原因如下。第一种就是上下舟的方式错误，应该在独木舟下水后，将它转侧向拉靠近自己，让屁股先坐下，再将脚依序放上独木舟。在独木舟上不宜做摇摆重心过大的动作，因为这样子做是有可能会让你掉落水中。由于独木舟的种类有相当多种，其功能设计上也都不相同。不过最重要的就是，无论哪一种类型的舟，它都有自己的载重限制。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都忽略掉。由于我们使用独木舟来做钓，所以除了我们自身的重量外，再来就是要加上其他装备的重量了，如钓鱼用具或是饵料桶。有些朋友还会升级动力系统，如电推或者是油推这种类型的用品，来增加坐钓移动上的速度。但是这些东西重量也都不轻，更何况还需要电瓶或是油桶。这些东西加一加，有可能超过你独木舟所能负荷重量，或者是接近它的负重极限。如果做钓的环境有水流的因素，那翻舟的几率则会大大提升，这点务必要切记。大叔的建议是，如果以小舟为例，重量限制为150公斤，自身加上装备等等，就不要超过100公斤。让舟体自身还有50公斤的承受力，这样会是比较安全的参考点。如果是要去开放式水域，再加上祝福筒辅助，可再增加浮力哦。同时也能降低翻舟的状况，供大家参考。刚刚讲到的这三种翻舟的因素，只要遵守规则，然后不要让你的独木舟负荷过重，基本上就会相当安全咯。再来就是溪流泛舟，一般会在溪流划舟，应该只有玩泛舟的朋友。这类型由于水流湍急，加上水路上巨石及地形高低落差，这些条件因素都会造成撞击，或是水流将舟转成侧向，影响我们的重心，然后导致翻舟受伤。所以我们慎选适当溪道来玩，会有助于降低翻舟后所带来的伤害。接着就是溪湖坐钓划舟了，这应该是大叔比较有经验，可以和大家来做分享的部分。溪湖算是浅滩地形，由于有与外海相通，所以会依照潮汐变化而有高低水位的现象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有了水流的问题因素了。
除了刚刚以上说过的翻舟条件因素外，水流的因素才是让翻舟的几率再提高。因为在西湖会有辛苦的科农在西湖上面养殖牡蛎，采用棚架式的方式养殖，所以要在西湖做钓。我们玩路亚的朋友都会玩棚上做钓，俗称跑棚，台语叫做招棚啊。由于要方便在科棚上做钓，所以很多时候都需要将独木舟固定在科棚旁边做钓。如果没有滑轮系统的辅助，将固定的绳具固定在舟的前后两端，或是依照水流来调整坐钓方向。贸然只用绳子绑在舟的侧边来做固定，水流小还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是当大潮或是遇到水流流速很快的时候，舟一定会被往后带。这时候绳子的绑点会将独木舟拉倾斜，这样只要稍微动一下，都是会有可能让你翻舟的。所以要在科棚做钓的朋友务必要切记。最后就是开放式水域了，里面唯独属开放式水域划舟是所有地形里面较危险的地形，流速强，如果不是专属的海洋舟和有经验的专业划舟人士，一般钓鱼手划舟在开放式水域是很难驾驭的，因为钓鱼舟的设计都是属于平台舟，所以在设计上舟身设计较宽，以方便做钓，但是这样独木舟的吃水面则会更大。虽然优点是稳，但反之则是移动速度会较慢。如果是用脚踏式独木舟做钓，问题比较小一些。如果是用手划舟的朋友，可能会发生划没多久，很快就因为体力不支的状况而容易发生意外。如果这时候风吹得比较强一点，则又会产生有浪的问题。万一当出现浪时，独木舟如果舟头没有正对浪，只要独木舟的角度侧偏，这样一定会发生翻舟的状况。所以当有浪的时候，需要随时将独木舟的方向做好控制哦。再来就是开放式水域下舟的地点选择，无论是沙地还是孤老石区，下舟的地方通常会有浪区，这个浪是一波接着一波接涌而来，通常还没开始划舟，就应该可能已经翻舟了，或者是回程时，独木舟开始进入浪区，浪从后方袭来，此时独木舟只要角度侧偏，也一定会被浪打翻而翻舟，所以选择好的下舟点是很重要的哦。先前提到要加装助浮筒来增加浮力，除此之外，如果有遇到大浪或是浪将舟打偏，可能有翻舟的危险。如果有左右边的助浮筒帮助支撑，是可以让你免于翻舟的。虽然不是100%，但已经可以让你避免翻舟很多次了。以上聊的都是属于外在环境因素而造成翻舟的原因。由于需要讲解的内容冗长，所以大叔将两种因素分为上下集来做讲解。下集将会和大家来聊聊硬体状况因素导致翻舟的状况。好啦，如果喜欢大叔这期的节目，别忘动动你的小手，帮大叔的影片点个赞。如果可以订阅大叔的频道，更是对大叔的频道的一种肯定哦。有问题欢迎留言，那我们下集再见喽，拜拜。